中共支撑的我都聊过很多次了，也不想再聊了。好的话1到2年，快的话3到5年，不是快的话1到2年，慢的话3到5年，没不可能长久。你们现在怎么活呀？我不是问大家想不想中共的长久，我就问问大家这种经济形势下怎么活？为什么有人抢超市？问问大家为什么有人抢超市？啊？为什么那么多车祸？你们现在看出的火灾、出的灾情多不多？海南，我问问大家，上千亿损失，你们知道不知道多少家庭连活都活不下去？没钱补贴，海南政府穷的叮了当啷的。那这些人活不下去的人怎么办？对呀，活不下去的人怎么办？我就问问大家，你们自己想。为什么有人活不下去？你们知不知道所有海南种植业全嗝屁了？哪里还有香蕉啊？树连根全拔平了，哪里还有柠檬啊？就是你们知不知道这次海南的事多少人要死掉？怎么谁给他们补贴活呀？体制内未来也拿不到养老金，没有钱了。2029年跟大家讲过了，池子空了，都没有钱了。那时候该怎么办？没人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池子空了。听明白了吗？那现在池子空了应该怎么办？拼命捞钱。有没有人知道上海、江浙地区去网上查一下？从第2季度开始，第3季度水电费大涨，电费涨幅最高，你去网上查一下。很多地方收费电费使用同样情况下，比往年涨了30%到50%。去国内互联网查，上海、江浙地区的水电费猛增。你们自己去查一下，没钱了吗？那不可以得猛增吗？然后再去查一下国家住建部的文件，为什么告诉大家21年以上的房子20%以上允许什么？20%、80%，如果现在21年以上的房子啊，按老旧处理，可以翻新，可以旧改，但是允许20%推倒重建。就这房子是你的21年，国家列为危房，这房子推倒重建了，给你安置指标，给你房票，再加现金去买房。为了争这20%的推倒重建的指标，各地方都疯了。去看一下啊，21年以上的房子80%按就是旧改处理，旧房改造，允许20%，剩余20%的房子呢？那21年以上的房子在中国有多少啊？21年以上的房子，今年2024年了，2003年以前的房子占将近40%，这里面有20%的房子允许干嘛？21年以上的推倒重建，那就是你现在的房子不能住了，直接给你个房票，没有现金，让你再花现金去转新的房子，就是真没钱了，穷到了一个没法再做的地步。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，大家好像没有人查，有人查佐证一下不就完了吗？因为我跟你们说的数据啊，都是超级清晰的，绝对有背景的数据啊。所以呢，我说完了，我等着小五毛、小粉红在上面反驳，都没人说个屁话。就中国现在惨到什么份上啊？对呀，21年就可以重建呀，政策很好，因为重建了，那房子就不是你的了。你只有一个产权本，那个房子被政府强制推倒了，那个房子跟你现在拆迁是一样的，他给你个房票，让你去其他地方加现金买房，不买呢，那房票都老远了，偏远。听明白了吗？没钱，穷了，从你们手里再收钱，找理由呢，还好事能是好事吗？你们有没有知道全世界贩毒公开资料，贩毒2个国家最大的贩毒国家级贩毒的就是朝鲜跟阿富汗呀，就是塔利班呢。这2个国家是全世界最核心的贩毒国家，就是国家级贩毒，通过贩毒来给自己获得财富的。那你想毒害了多少全世界的人，包括中国人？中国人很多毒品也是从塔利班贩毒贩过来的。所以呢，你们有没有人想，就这样的组织，中国共产党全世界唯一承认其地位，舔啊，因为实在没有支持的了，实在没有伙伴了。有伙伴，普京会去给车臣磕头吗？实在没有伙伴了。有伙伴，中国会去舔塔利班呢？上一次会议还不舔呢，去年的会议中国还觉得挺牛逼呢。至少呢，巴基斯坦的形势没有这么危险，
不会天天杀中国人，不会向中国收惩罚性关税。结果现在呢？现在连巴基斯坦都反了，都跟中国唱对台戏了，买东西都不买中国的，所以就开始狂舔塔利班啊，塔利班都开始舔了。但是你想想，非洲狂舔非洲啊，当年为什么不那么舔呀？现在舔狂舔，没有人支持了，对吧？普京不也是在舔蒙古，舔完了呢，蒙古都没搭理他啊，结果呢，天然气管道还得俄罗斯跟中国直接连，不经过蒙古，所以就这么舔。实在没得舔了。中国的好伙伴，俄罗斯好伙伴都是世界上最坏的、最反人类人性的，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跟人类文明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。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，一党专制，变相的封建机制、奴隶机制、封建机制，所以它是跟人类文明的发展脚步背道而驰的。它只能跟同样是残害人类的封建机制、朝鲜、塔利班这种地方成为伙伴啊，狼狈为奸嘛。啊，上次有人跟我说，咱们国家这个吃共产党饭的，差不多1亿人吃共产党的饭。这些吃共产党的饭分4种类型组织。第一种，咱们都知道啊，这个公务员，国家的行政机构公务员，这是吃共产党饭的人，不管他在职还是退休。公务员分3类。一种叫管理类，综合管理；一种叫技术专业技术，还有一个呢行政执法类。公务员3大类，听明白了吗？技术类、管理类、执法类，这是公务员，这里面所有的钱都是中共给的，拿着中共的钱欺压中国老百姓的，懂了吧？这3大类。第2类拿着中共的钱叫事业单位，事业单位里面大部分是普通事业单位，小部分是公务员待遇一样的事业单位，比如说国家党校跟行政学院的事业单位啊，比如说什么什么国家什么防疫中心事业单位，这是跟公务员同等待遇的事业单位，所有的钱都是跟公务员一样的。事业单位呢，钱分了3种，一种叫100%国家划拨的，全是中央政府给的；第2种叫差额划拨，学校、医院国家给固定工资，多的呢岗位工资、奖金自己挣；第3个呢自收自支，自己花钱自己挣啊，自己奖励的，这是第2类啊。第1类咱们都知道了，公务员啊，国家机关单位；第2个呢事业编；第3类就叫军队，军队里所有的人都是公务员。那如果军队的人复员了，不干了，他就不是公务员，他退休了嘛，或者离开了，转业复员了，去地方了。但只要干的时候，就全是公务员啊，拿着国家公务员的工资，享受着国家给的五险一金，所有最好的待遇。所以呢，国家有难的时候，招又回去当兵去了啊，公务员、军队。第4个呢是国企、央企。国企、央企，你们发现了啊？除了工人有临时工，上面的人大家想不想，是不是还叫科长，还叫处长？所有国企、央企的大领导都是正部级、正局级、正厅级，没错。中国绝大部分的国企、央企，只要是领导大部分阶层有级别的行政级别，是享受国家的公务员待遇的。听得明白吗？权力还大，权力还要大啊！所以呢，什么中国电子集团，你看着是个企业，实际上老总正部级领导，转身可能就调到什么国务院当哪个部的部长去了，里面大量的都是，也是国家掏钱养着。那这么养的人在中国多少？1亿人啊，1亿人左右啊，因为有退休死的什么之类的，那享受公务员待遇的就管一辈子嘛。中国比如说大概现在，如果我们不算孩子们的，大概是6到7，就是6个人养1个公务员，或7个人养1个公务员，这个比例。哎，所以呢，就是这些人他工资待遇啊，你养着啊，所有的花销你养着，养老你养着，好吧？啊，那么呢，医疗现在我们都知道，医疗保险今年比去年少这么多，医疗保险啊，就是1/3没了。我们看到国家公开的资料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都没有人上了，因为养不了老，医疗也治不了病。你去那儿发现，其实当你自费的一个事儿，你开个手术做东西花3000，你走医保花1万，给你报7000，你还掏3000，那你上什么医保啊？所以呢，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未来现在所有交过的强制性交的那些社保的人，
你将来全是傻逼，因为真正都是公务员，都是那些人来享用。到你年纪大了该退休的时候，你就啥都没了，你就啥都没了，好吧？啊，就我上回跟大家讲一下，说咱们国家的体制，你们别不知道很多东西，知道就行。还有必要交五险一金？你还用问我啊？都给你讲了多长时间了？你交啥五险一金啊？除非你疯了。没办法，有很多地方说我在国企单位强制性交，那没办法。那你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啊，你还是要保国企的位置啊，工资啊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不是在那儿，你可千万别交了，交了不是有病吗？农民还是种地吧，别起哄，他妈种个屁呀！你怎么不明白呀？他都是借的钱，你知不知道？现在农民种子所有东西很多都是借的钱，他要等这个地长完了出来以后去还贷款的，懂吧？那现在呢，一下连活的钱都没有了。人民币一定一文不值啊，肯定货币一文不值啊，人民币怎么会值钱呢？但是肯定可以换成新的货币，就是肯定新的政权上台会有新的货币，这种货币可能跟人民币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但一定不会是人民币了。听懂了吗？主权都换了，印人民币的叫中国人民银行，中国人民银行是主权机构。考大学学什么都行，国内的教育体制在大学期间没啥用，考大学圈子为主，大学就是为了混圈子。英语专业出去没有用，英语要学得好，但是英语等于没有专业，英语必须学得好，但是英语等于没有专业，还是要学个专业的，贸易什么都可以，要有专业啊，肯定有很多家庭付不起学费，学费这么讲啊，付不起。你们没有发现现在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女生吗？分流以后你没有发现吗？人家还开个玩笑呢，说中国的女孩子的家庭是不是挣钱比男的多？就是现在在大学里，特别是好的985、211大学里，女生的人数能够比男生恨不能多1倍，女生人数远远多于男生。对，所以他们说养儿子为什么养女儿的家庭说是不是都是有钱的，养男孩的家庭是不是都穷的啊？开个玩笑啊。对呀，拆迁发房票到县城买房，你以为是好事啊？就为了把你们都弄走，或者让你们先交钱。想润台湾润不了，台湾不接受，台湾认为你们都是共匪间谍。智能汽车行业有，所有在智能都有前途，但中国没有前途，因为中国没有硬件和软件啊，人工智能的相关的基础条件中国都没有，好吧？啊，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就讲这么多。核心资产不是不会跌，是跌得慢，听得明白了吗？现在全都在跌，核心资产什么时候我会说不会跌啊？什么时候我说不会跌了？我说跌得慢啊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